你知道迪迦本尊到底有多强吗？在这部《迪迦奥特曼外传》中，不仅记录了迪迦本尊的唯一一次出手，而且还有比大古更合适的光之继承者。距今5000年前，在一个迪迦之地的地方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黑暗魔神德古夫肆虐人间，整个世界陷入到黑暗之中。此时，一位光之巨人及时现身，而他就是迪迦本尊。要说本尊到底有多强，最后仅仅只是一脚飞踢就将魔神击败。也许你会说这个魔神看着有点垃圾，但你仔细了解后面的故事后，就知道其实是迪迦本尊太强。黑暗魔神被击败后，光芒也重新照亮大地。迪迦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从此以后，生活在山峦下的人们也一直坚信着这个传说。尤其眼前的幽莲女巫，她一直信奉着光之巨人的火花棱镜石像。随后，她叫来了一位名叫阿姆伊的少年，询问他山中是否有异常之处。因为他预感到将有不祥之兆发生，而这个少年其实就是大古的祖先。画面一转，一位名叫马赫罗巴的女游侠斩杀了魔龙，随后从巨龙的腹中取出一把巨剑，而这把巨剑便是传说中的暗之剑。此时巨剑发出耀眼的光芒，马赫罗巴便朝着光芒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青铜物件出现在前方。马赫罗巴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这个青铜神光棒开始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。而此时在未来世界的2038年，大古与丽娜的儿子元义刚通过毕业飞行，而就在返回途中，天空突降大雨，狂风大作，眼前赫然出现一头怪兽。元义随即开始进行攻击，可就在此时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时空隧道，怪兽以及飞机连带着元义全都被吸入其中。而此时正熟睡中的阿姆伊头疼欲裂，似乎预感到了外物的入侵，随后他朝着预感的方向拼命跑去。果不其然，到达目的地后，发现一只大鸟撞进山体之中，同时也发现了不远处昏迷的元义。随后阿姆伊将元义带回村中，此时幽莲也询问阿姆伊是否有看到其他异象，因为他预感到传说中的黑暗魔神即将苏醒。果不其然，在某一黑暗之地，反派德古拉预感到光之巨人即将苏醒，随即指派召唤来的怪兽以及2个手下前去摧毁村庄，来阻止光之巨人的苏醒。此时元义终于醒来，也发现自己已经穿越到古代，而当自己说出一同穿越时空的还有一头怪兽时，幽莲也终于确认预言即将成真。而此时宗方突然进来汇报，有怪兽正往村子的方向袭来，随即众人纷纷赶往前线。此时的村民早已严阵以待，投石车弓箭已经整装待发，同时前方也设置好了陷阱，就等怪兽往里钻。而怪兽也相当给面子的掉入陷阱之中。随着宗方一声令下，投石车弓箭纷纷射向怪兽。随后架起长剑，不偏不倚地射中怪兽眉心，怪兽直接被干昏迷。而此时德古拉手下之一的光头佬动用法术，将长剑移除，怪兽随即苏醒，继续冲向村庄。眼见失守的宗方也下令众人撤回村子，可此时德古拉的另一手下牛角佬拦住了众人的去路。在一番打斗下，村民受伤惨重。就在其得意之时，我们的绝景队员从后方举起一块巨石，砸向了牛角佬，牛角佬直接被砸晕了过去。而光头佬见此这一幕，再次动用法术，怪兽随即开始喷火，众人纷纷逃回村子。可没想到，此时村子成了烈火下的牺牲品，怪兽所到之处，房屋纷纷被火焰吞噬。而此时的马赫罗巴在青铜神光棒的指引下，出现在阿姆伊等人的身后，看着眼前的恐龙怪兽，顿时来了兴致，随即拔出暗之剑，准备再一次屠龙。只见他飞身向前，一剑刺向怪兽。可没想到直接激怒了怪兽，而元义等人为了躲避怪兽，不小心打翻了马赫罗巴的背包，青铜神光棒掉落在地。而当元义捡起神光棒时，发现跟妈妈口中的神光棒很像。これは母から聞いたスパークネスに似ている。父大悟が巨人になったという。あれか。因为有大古超古代基因的存在，元义随即变身，光之巨人也随即出现。但元义并不熟悉巨人的作战方式，并且由于大古想回归普通人的思想所影响，此时的巨人并不是完全体，体型也比完全体小了整整1倍。只是简单的交手之后，巨人已经开始亮起红灯，身形也开始若隐若现。但好在元义用最后的一丝力量将怪兽抛离村庄，随后在红灯急促的闪烁下，巨人身形急速消失，元义也直接昏迷了过去。而此时的德古拉也发现，巨人虽然已经出现，但并未完全苏醒，随即便通过禁术唤醒了黑暗魔神德古夫，趁着巨人完全复苏之前摧毁一切。而就在黑暗魔神复苏之后，黑暗也随即笼罩大地。此时的人们在村长的带领下躲进了山洞之中，为了能够战胜黑暗魔神，
村民也希望元一再次变身巨人，而元一也向大家说明，此时的自己并不能变成完全体的巨人，而之所以能够变身巨人，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大古曾是光之继承者。此时幽莲也说出了预言，预言中说明，当黑暗魔神出现之时，光之继承者也会随即出现，但光之继承者乃是村中之人，所以元一并不是真正的光之继承者。而就当众人一筹莫展之时，阿姆一认为村中的迪格尔可能是光之继承者，而这个迪格尔其实就是村中的法师，但此时正在外修行闭关。就在众人交谈之际，阿姆一却预感到了迪格尔正往这赶来。果不其然，迪格尔驾驶着早期飞燕号前来援助，但此时恰巧怪兽也再次袭来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经过短暂的交锋之后，山洞中的众人也前来汇合，但即使迪格尔拥有法术之力，也被光头佬逐个击破。但马赫罗巴手中的暗之剑就是邪术的克星，在反弹法术的同时，直接将光头佬斩杀。同时，物抗叠满的牛角佬在遇到拥有法术攻击的迪格尔之时，也是毫无一战之力。在三人的波动拳之下，牛角佬也灰飞烟灭。但此时，德古拉带着黑暗魔神来了，而此时的阿姆一似乎预感到了魔神的到来，开始剧烈的头痛起来。此时幽莲也确信阿姆一就是真正的光之继承者，随后将迪迦的徽章戴在阿姆一的额头，来帮助他感应巨人的力量。只见徽章开始闪烁起来，与金字塔中的巨人开始发生感应。而在战场之上，怪兽发现了存在金字塔中的巨人，随即开始破坏金字塔。随后德古拉也命令黑暗魔神破坏掉巨人石像。为了巨人石像不被破坏，元一准备再次化身巨人。在坚定自己的信念之后，光之巨人再次出现。但此时的元一依然无法变化成完全体，体型比魔神差了整整一大圈，在强力的冲击下直接被弹飞出去。眼见自己不是魔神的对手，元一决定先捏软柿子，可眼前的软柿子也不是随意拿捏。鏖战数回合之后，已经开始亮起红灯，随后在躲过怪兽的火焰攻击之后，发射在佩利敖光线完成了极限一换一。此时的巨人红灯开始剧烈闪烁，魔神一脚便将巨人踢回了原形。眼看魔神一步步逼近，在迪格尔的配合下，宗方带人救下了元一。而此时阿姆一也随即赶到，拿到了青铜神光棒。在与巨人徽章的遥相呼应下，阿姆一随即举起神光棒，化身成为完全体的光之巨人。只见完全体的迪迦在体型上和魔神不相上下，就算是复合形态，在力量上面也丝毫不输魔神，而且还在战斗中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迪迦的空中形态。虽然一脚凌空飞踢被魔神躲过，自己撞入地底，甚至还被魔神一脚踩入地底，迪迦也能利用力量形态破土而出，随后更是给魔神来了个天灵盖爆炸火花。就在众人以为胜利之时，黑暗魔神发出剧烈的闪光，将迪迦闪得痛苦不堪。但此时马赫罗巴将暗之剑扔向空中，将闪光反射了回去。回过神的迪迦随即打出迪拉修姆光流，一发便解决了黑暗魔神。德古拉也顺势被消灭，天空也再次恢复光明。在故事的最后，马赫罗巴也将再次踏上游侠之路，而元一告诉马赫罗巴，他很像自己的姐姐。而当元一拿出自己和姐姐的合影之时，马赫罗巴也傻眼了，也许自己就是元一的祖先，而阿姆一是大古的祖先，其中的啥关系也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。之后，元一也修好了战机，回到了未来。而这个村落则被命名为了迪迦村。经过数十世纪的岁月交替，村子也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但巨人的传说依然存在于此。它弥补了3000万年前黑暗迪迦成为光之巨人之后的故事空白，让迪迦的故事更加饱满。
直至几千年后，怪兽再次来袭，金字塔中的秘密也再次显现，而新的光之继承者大古再次唤醒了沉睡中的巨人，开启了一段新的光之旅程。他为我们驱散黑暗，不断指引着我们前行。